两毛之争在30年代竟然展开，毛泽东受国际派打压，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短暂的担任国民政府主席。1937年9·18事变，蒋介石被迫下来，所以必然要剿共，扩张军群。1927年南昌起义，第一次国共战争到来，前3次毛泽东坚持游击战策略，国军撤离失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马尔等都是饭桶，打仗打成这样，第5次围剿，国军出动100万大军，国际派架空毛泽东，李德博古指挥完全失败，大量的工农红军开始25000里长征发生遵义会议，毛泽东定一尊，确立本土化路线。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货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讲我们的专家讲堂。最近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在讨论中国当代2个影响力非常巨大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那毛泽东跟蒋介石到底是如何在民国时期的乱局当中，逐步的成为中国政治上的2大领袖呢？而在这个过程当中，2个人竟然是不打不相识，越打越有领导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接下来好聊一下，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段很特别的时候，我方叫长征，你方叫逃跑，到底谁对谁错，是非曲直难以论说。但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来欢迎我们历史最强的我们来欢迎王立本学长，学长。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像这一次呢，我们要来聊25000里长征。毛泽东跟蒋介石竟然在这当中的崛起。其实长征是共产党的用法，国民党的用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看国军官方所编的战史。对，其实国民政府对长征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要不是剿共战争，要不然就是叫追击中共。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对后来整个中国的局势当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到底为什么会发生长征这个故事，就要从头来好好的跟大家展示一下啊！大家了解到孙中山搞了联俄容共之后，没多久就过世了。很多人说孙中山过世的太早，导致国共提前爆发矛盾了。学长，这样的说法对吗？一定程度上应该这样说。共产党当然在第一次联俄容共告成之后，在当时整个国民党的党政机构之内的成长速度非常的快，但是这只是加深了原先国民政府本身内部派系的矛盾。比如说当时国民党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就在孙中山晚年的时候，跟共产党或者说跟第三国际靠得非常近。那反对联俄容共，或者说反对国共合作，像胡汉民所领导的粤派，那这些人因为他们反共，他们到了后来反而跟蒋介石的立场就走得比较近。不过一开始的时候，蒋介石也是保持在一个中立的状态，甚至蒋介石在早年的时候跟苏联的关系，起码就他自己来讲，表面上装的还不错。那需要苏联的军火，需要苏联的援助，他建军黄埔的部队要扩编，都需要苏联的支持。不过大概到了1927年，北伐进展到长江流域之后，国共2党之间的矛盾就开始白热化了。一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2党之间一个最大的公约数，或者你说最大的一个契合点，就是孙中山本人。那孙中山一去世之后，国民党内部失去了一个声望足够的核心，那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就会越来越严重。二方面也是因为共产党的壮大，也让国民党内部许多老同志就感觉到非常的不安。终于在两相激荡之下，终于就发生了1927年的宁汉分裂。宁汉分裂简单讲，第三国际支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作为一个招牌，在武汉建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各位请注意中共的党史以及苏联所编的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都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才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正统。蒋介石在南京所建立的军政府，那是一个叛乱集团。当然我们后来在台湾所读到的历史课本，当然是另外一个视角。国民政府在蒋介石所统领的黄埔军人的努力之下，在南京力挽狂澜，发动了1927年武力清党嘛，就是大陆所称的4·12反革命政变。其实这就标志着国共彻底决裂，双方可以说从此之后就是兵戎相向。在武汉由国民党左派跟共产党合作所建立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在1927年的8月，按照汪精卫的说法，展开所谓的和平分共。但其实这也只是一个比较体面的讲法，我们看它实质内容也等于是武力清共。因为在汪精卫宣布和平分共之前，湖南、湖北
美的军人就已经开始对共产党进行武力的清剿。所以简单说，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1927年的8月1号，中共历史上称作南昌起义，也就是中共人民解放军81建军节的由来，这也是代表第一次国共战争正式到来。往后10年国共战争基本上就没有停过，只是它的重要性有所升降而已，我们可以这样讲。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事情发展到1932年的时候，光是整个中华大地上主要的政府，我们不管其他那些地方的政府，就有3个。比如说呢，当时已经在南京站稳脚跟的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当成南京国民政府，由国民党领导。在同一时间呢，1931年中共在苏维埃联邦所指导建立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还有一个是在日本扶持下在东北歌战的长春坚里以溥仪为元首的满洲国政府。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在这个背景之下呢，中国是有多么的动荡啊。那这么动荡的情况之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个问题啊，就中国这个大国在经过了满清末年这种腐败的状况，再加上中国的整体的新知识分子的产生，它一直在救国嘛。我们想救国运动从我们讲的自强运动开始，接下来戊戌变法、庚子后新政，再到了民国初年的五四学运等等的，有这么多的一些事情哦，大家都在做一件事情：中国该怎么救？对，那怎么救就要领导，那谁来领导？这个就是所谓的路线与领导之争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啊，长征它所代表的意义上面啊，就是这个路线与领导之争的具现化的一个过程啊。那这里主要的2个主角，从刚才的一个背景的陈述，其实大家已经可以注意到了，就是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对前途的争夺。你看，都以中国为名，所以他们就是在强调我才是中国的未来嘛。当然，这2党的领导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强调一党的领政的重要性。那徐朗，在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之间，他们最大的差异跟路线是什么？进而导致了这场国共内战以及我们所谓的长征呢？其实学弟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路线与领导之争。你整个国家要走向一个民主统一的情况，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核心力量。那谁来主导这个核心力量，就成为1930年代整个中国内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当然都试图成为这一股核心力量当中的主导者。那我们就要看，那国民党跟共产党在30年代他们各自的救国主张到底有差别。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国民党，国民党当然是号称实行所谓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嘛，建国理念，对不对？国民党在到1931年之后就进入所谓的训政时期，它的根据是来自于孙中山所守定的建国大纲。建国大纲里面讲，中国未来的建国历程可以分成3个时期：军政、训政、宪政。军政就是要求国家的统一，训政就是训练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孙中山他认为说，未来中国还是要实行民主宪政，到达第3时期宪政时代。但是因为中国当时的条件太差，比如说硬体的设备不够，人民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行，也还没有一部适合的宪法，所以在这一切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先由国民党来训练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这就是所谓的训政。在训政之下，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以党治国，简单讲就是一党专政，当然是国民党的说法，见仁见智哦。那未来再选出国民大会，实行所谓的5权宪法，再把政权还给老百姓，这是国民党的整个建国的一个规划。那共产党刚好相反，就上次我们有讲到嘛，共产党这时候已经深入到中国的基层农村去了。当时共产党主要这段时间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作所谓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认为说，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首先必须要实行土地改革。因为中国主要社会的根源问题就在于农村的落后，内部的许许多多的封建势力没有办法解决掉，导致中国的落后。所以他认为说，如果我们不把中国的农村进行一次土地革命，那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其实这个在过去许多学者相关研究中有提出，像黄仁宇先生他就认为，国民党在这段时间的努力就是希望能建立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上层结构，比如说一个理想的政府，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一部理想的宪法，这是国民党在做的努力。那共产党在做的是一种基层的组织工作。黄仁宇先生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中国是一个不能从数目制上管理的国家，对不对？为什么不能从数目制上管理？因为整个基层是一盘散沙，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很有效的统治跟一个很有效的行政管理在里面啊。就是如何把中国基层这一盘散沙重新聚合起来，建立一个比较可以被管理的国家。那中共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这也就注定了国共两党在中国建国的历程当中势必会处在一个竞争的这样一个状态。2015年的时候，大陆的习近平主席也讲得很好，所谓的国共之争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精英对救国路线的不同选择。那在30年代的时候，国共两党两
2个重要的领导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蒋介石委员长，也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另外，在中共方面，这个时候中共的领导主要还是以第三国际所支持的国际派为主要的领导核心，像说博古啦、王明等等这些人为主。但是我们晓得，其实背后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人物，虽然这时候受到打压，但是实际上他的路线跟后来影响力会更大，就是毛泽东先生。那讲毛之争在30年代其实就已经引然展开了。其实这个讲毛之争就形成了在30年代之后整个中国对抗的一个核心啊，那一直延续到老蒋去世，甚至你可以说毛泽东去世，因为继承老蒋的还是姓蒋啊，叫小蒋，但是继承毛泽东就不姓毛了啦。但我们就说老蒋之争从1930年代这个格局就可以看到，而这个的关键事件就是所谓的2万5千里长征，所以我们就要回到最初开始，2万5千里长征究竟是怎么样产生的，而这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些关键因素啊，促使了毛跟蒋彻底的崛起。当然回到最初，就是从我们刚才说的国共内战的开始，整整打了10年之久啊，这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激烈的内战。其实你如果放眼世界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国家在独立之后也花了很长时间打内战，就是因为领导不明确，政纲彼此歧义嘛，什么样的路线来领导嘛啊？那国共内战的爆发是始于1927年的清党啊，结束于1937年西安事件落幕的时候啊。当然，西安事件是从1936年就发生的嘛啊。那剿共之初，其实中共力量跟国民党也不是这么大的悬殊哦，其实两党之间的拉扯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哦。希望在这个初期，到底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呢？中共当时也在中国建立了他们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就是1931年所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其实我们从今天找得到的资料来看，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来还通过了一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就把这个国家的定位写得非常清楚。有2个很重要的宗旨，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誓死保卫苏联。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在1931年，这个时候大部分西方国家还是不承认它的，斯大林也才刚夺权成功啊，苏联在这个时候也还在进行它的建国的过程。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建立的，当然就彻底的服从于苏联的指导，跟配合苏联的国际上面的战略啊。第2个部分就是强调中国任何的地区都有权利加入那个先进的联邦，哪个联邦？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所以简单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其实就是帮助苏联在中国推动革命，然后进而未来有一天甚至于让中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这一点现在中国大陆大部分的史家都不太喜欢提这件事了，但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我补充一下，为什么当时会有一个知识分子宁愿为外国人效力？其实大家了解到，因为当时在1930年代有一个很发达的东西叫国际共运，这里就要牵涉到共产党的基本思想，第三国际的基础思想里面，他们认为世界不需要分化国家，国家只是一个人类社会在达到终极共产社会当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所以理论上是所有的共产国家都要加入苏联，或者其实当所有共产国家都加入苏联的时候，就没有苏联了。而且你注意，有苏联的国号，没有俄罗斯。对，所以今天我们是为了要表示它的苏联里面的俄罗斯属性，所以常会把它叫苏俄这样去讲。当然没有错啦，苏联的主体语言、主体民主就是俄罗斯的文化语言嘛。但是当时的国际共运的背景，大家要了解到，这国际共运是非常疯狂的哦，有非常多各国的知识精英分子前仆后继的加入第三国际来为国际共运贡献，包括在各地充当间谍、军人、各种协助共产党发展的推手、讲师啊、地下组织啊，渗透到各种阶级，尤其是底层阶级里面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国际共运的背景基础哦。当然，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你就可以了解到，它的领导人就是国际派。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国际共运的高大上的指导之下，毛泽东、朱德这种土共派的就被认为世人一等啊！你没有流过血，没有接受过国际共运的洗礼啊，被认为就是土嘛。用今天的心态一想就知道了。今天中国慢慢重新建立起自信，但在这几年之前，包括台湾嘛，崇洋媚外的事情有少过嘛，所以你也可以注意到，当时的洋共派里面领导人主要就是留学回来的。那希望这个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是一个什么样形式的存在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单讲，它是以一个中
中央苏区跟许多在中国各地其他的苏区所共同建构起来。所谓中央苏区，苏维埃共和国的首府就在江西的瑞金嘛，所以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政权在当时又被许多人简称为瑞金政权，原因就在这边。后来经过几次的战争之后，它的控制范围不断在扩大，就从赣南扩充到闽西，就建立了它的广大的苏区。因为它在全国各地许多地区，像鄂豫皖地区、湘西地区，到了后来我们知道还有陕北这些地方，也都建立了一些苏区。那当时的江西苏维埃这边主要掌权的国际派，像秦邦宪当时化名做博古嘛，因为像陈少宇化名做王明，其他另外还有比较重要国际派后来影响比较大，像周恩来先生，这些都是当时国际派主要的要角。而另外一个开始对江西苏维埃的建立其实是功劳最大，就是以毛泽东跟朱德为首的土共派。那土共派当然就是主张发动土地革命，在苏区建构军民一体的政权。我告诉各位，朱德这时候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不在毛泽东之下哦。朱德当时被称作红军之父。1927年8月1号的南昌事变，朱德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在这个时候，朱德跟毛泽东却受到了国际派非常重大的打压，但实际上毛泽东跟朱德才是真正对当时中国整个革命局势有比较清楚认识的一批。另外还大概到1933年之后，第三国际也派了一团人过来了，以李德为首，据说他是打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退伍军人，战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后来第三国际任用他，带了一团人派到江西苏维埃这边来指导中共的党务以及红军的训练发展。简单讲，就第三国际在李德派来之后，就把毛泽东跟朱德的军权基本上都夺走了。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整个江西苏维埃大概到了1932、33年之后，就完全是接受第三国际的指挥。那另外除了中央苏区之外呢，还有几个比较大的苏区，当中最大的我们称之为鄂豫皖苏区哦。这个鄂豫皖苏区啊，徐朗，它似乎一度曾经可以跟江西瑞金并驾齐驱哦。这里又有什么故事？没错，中共的苏区是在全国各地广泛发展，尤其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大别山区等等这些地区，尤其是省与省之间的交界，古代所称的三不管地带。为什么呢？因为省与省这些交界有两个特色。首先第一个，这边大部分是地形崎岖的山区、沼泽地啊等等啊。第二个是这种省与省之间的山区或边区，大部分军警的力量比较弱，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嘛，所以当时军队或警察想要在这边进行治安的扫荡或者进行军事行动，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困难，比较容易在这里生根发芽。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一般书上没提到，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边区大部分农民的生活会更为困苦，所以在这里发动土地革命更容易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中共大概在1931年、32年，它的中央苏区建立之后，在全国各地也不断的派遣人员建立地方的苏区，这种地方苏区发展的最好，到了后来几乎跟江西赣南闽西的中央苏区分庭抗礼的就是鄂豫皖苏区，领导人是张国焘先生，也是一位留学过法国跟苏联的。另外还有几个比较重要，像徐向前，各位徐向前是中共10大元帅之一，黄埔一期的哦，所以他看到蒋介石也是要叫一声校长的哦。另外还有一位也是中共开国很重要的一个元老李先念先生，这些人就构成了鄂豫皖苏区的主要的领导班子哦。到了1932年、33年左右，就成为中共在华中地区非常重要的一股势力。当时他们的军队呢，称之为红四方面军哦，所以已经自成一股力量。不过对于国府来说哦，它的问题就比在地方发展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来得多了，因为毕竟它当时普遍被认为要中央政府嘛，那外有列强侵略，主要应付其他列强也就算了，还有一个列强在中国跳得非常欢哦，到处打压中国，那就是日本哦。日本这时候因为自身的经济也遇到了窘迫，大家不要忘了，1930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背景，经济大恐慌，日本是受创非常的深，因为日本作为一个完全以外贸为导向为主的经济体啊，那另外在亚洲啊，因为只有日本是先进经济体，所以它所受到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啊。所以日本这时候内部的政治也非常的动荡，军系不断的在做大。那这个做大的过程当中，它的侵略属性、它的法西斯属性就不断发展出来嘛。其实日本法西斯是一本烂账，到底是谁领导的，到今天我们都还很难讲得清楚。那在日本压迫的情况之下呢，国府方面它当然就有很多治理上面的一些压力的存在啊。那这时候国民政府又什么样的状况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华民国从成立以来啊，它的元首头衔的实在变化太多了。这里很有意思哦，在国府方面呢，蒋介石完成了北伐大业，然后呢又打了一场中原大战哦。中原大战我们过去比较少提到，它是国民党的超大型内战哦，据说参战人数达到100万人之众啊，轰轰烈烈干了一场啊，但最后以蒋介石胜出啊，所以理论上军权应该定于一尊才对啊。但像这个时候国
府似乎相当的动荡啊。我们知道蒋介石真正意义上的那个头衔就是拿不到，为什么呢？国民政府这个时候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内部还是派系林立，比如说胡汉民领导的粤派，汪精卫领导的汪派还是继续存在。另外在地方上，虽然说中原大战把各地的军阀给击败了，但是这些军阀的势力还是存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中国只是维持一个非常表面的统一。那蒋介石这时候虽然他不是国民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但是他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握军政大权，他也等于是国民政府的实质领导人。据蒋介石日记他自己讲，他在1928年发生了5·3惨案之后，蒋介石在心态上就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认为日本终将成为阻挡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统一最大最强悍的一个外环。所以他就认为，如果未来要跟日本作战的话，那1930年代中国就必须要完成许多他认为必须要完成的建国目标。所以他在1931年的7月23号，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安内攘外。他认为先要把中国内部进行军事上、政治上跟经济上的统一，如此才有可能未来跟一个已经完全现代化的日本进行决战，也才有可能挽救中国这个民族免于危亡的目标。在1937年7月23号9·18事变发生的前夕，当时蒋介石也短暂的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啦。他这个时候他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那具体的措施，第一个，1928年得到英国跟美国的支持，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也是非常久中国什么时候失去关税自主？1842年。另外废除部分的领事裁判权，所以领事裁判权代表一个国家主权走向完整，这很重要了，但是还是没有全部废除就是了。第二个就是收回部分的租界，包括九江、镇江等等这些地方的租界，都被国民政府用各种的方法，主要是用外交谈判的方法，加以逐步的收回。大概基本上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大概还剩下4个城市：天津、上海、汉口以及香港的新界有租界。也就是说，清朝末年以来，中国所丧失的租界也收回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另外，废除离京，统一货币，这个非常重要。统一货币当时被称作叫法币政策，这个是国家迈向统一很重要的一点。另外，还有一个蒋介石最热衷的就是军事现代化，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各位，一般研究中国军事史的都认为，蒋介石这一次在1930年代推动的军事改革，是继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后，中国第2次大规模的军事现代化。主要是在一次大战结束之后，有许多德国军人失业嘛。我们知道德国虽然是战败国，但德国的陆军被认为是整个当时世界陆军的典范，所以许多德国军人就被蒋介石在1930年代信任来到中国，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主要是指导中国军人各种现代化的军事训练，而且进驻各个军事学校。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国民政府在1929年正式建立空军，主要是聘请美国跟意大利的顾问，也主要跟这2个国家购买飞机。另外还建立了各种军校，包括装甲兵学校、炮兵学校、步兵学校、骑兵学校、工兵学校。另外海军还建立了几所不同的官校。另外空军有2所，一个是杭州笕桥的空军，当时叫航校另外还有在洛阳也建立一间航校。简单讲，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这段时间有了很明显的提升。我们今天看到宋庆龄的回忆录，据说宋庆龄有一次就指责蒋介石，你为什么都在进行内战，而不把枪口调转过来对日本作战？蒋介石当时非常激动，告诉宋庆龄，他说日本人的实力还有谁比我更清楚？以中国现在的条件跟日本全面开战就是自杀，中国唯有先把国家统一起来，逐渐增强实力，未来靠着自己地大人多，还有可能跟日本进行持久战。这是在宋庆龄回忆录当中提到的。所以蒋介石他自认为他这时候的安内攘外的基本国策就是为了抗日战争在做准备。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重点啊，除了一方面对抗日战争做准备之外呢，蒋介石因为9·18事件他就被迫下来。我们要了解到宁汉分裂到宁汉合流，我们刚才讲了一个背景其实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山头那是层层叠叠，大派小派非常的多而且威望比他高的人也不少。那你枪杆子可以对共产党，那你枪杆子是不能对你自己的国民党的同志嘛？所以其实对蒋介石来讲很困扰。所以人家说蒋委员长，为什么？因为军事委员长。那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了对军事掌握的身份呢，事实上呢就来巩固他的自身领导。所以扩张军群也是讲这个时候必须也必要的一个条件。所以你要扩张军群总要有理由跟借口吧？那这个时候直面日本无疑是自杀的情况之下。
下，他认为中共在这个时候相较于日本是比较弱的，必然要剿共。而且蒋介石还有一个点很特别哦，他认为苏联共产党在中国的侵略据线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这些苏 AI 区。应该换句话说，他认为是侵略，但对共产党人他认定是我是国际共运，世界要大同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剿共就发生了。那剿共的状况又是如何呢？中共在江西苏维埃逐渐壮大之后，当然就对国民政府产生了相当大的威胁。所以在中原大战结束之后，1930年的年底，国民政府就开始进行5次围剿，然后中共叫反围剿战争。我们知道5次围剿当中前3次国军都遭受了失败，这对蒋介石来讲是非常意外。他本来认为地方军阀才是他最大的威胁，就没想到共产党的战斗力却出乎意外的强大。其中3次的彻底失败，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前3次主要的战略制定者是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是坚持使用运动战以及游击战的策略来对付国民党的正规军。我们看今天国军所编的战史里面对这段时间的失败也有很深刻的检讨。他认为中共的诱敌深入、截断后路、加以歼灭的战术完全成功，因为它是一个庞大的山区，这个山区里面国军不熟悉的，大部分都是让国军深入到苏区内部之后，再加以包围，截断它的后路，它的粮食跟军火的补给，再加以歼灭。当时毛泽东还发展出所谓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口诀，叫做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这个到了后来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游击队的游击战的最高指导原则，包括越战。当时毛泽东还不断的强调屯人失地，人地皆存，屯地失人，人地皆失。简单讲，人是最重要的资源，尤其是有经验的战士，不在乎一城一尺之得失，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最高的指导原则。那前3次的剿共失败，另外对国民党来讲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原因。首先第一个，苏区的土改成功，农民获得了土地，所以当时苏区的百姓大部分都拥护中共政权，所以每次国民党的部队只要进入到苏区之后，老百姓全部都成了中共的眼线，立刻就通风报信，把这个国军重要的动向24小时不断的现场直播报给中共，所以中共对国军的人数状态、补给的现况，另外还有他的驻点、他的路线都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每次国军都吃亏，让共产党都占了先机。另外就是苏区里面老百姓也有时候也会配合中共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啊，就是让国军无法就地获得补给，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头痛啊。所以在第1次、第2次的剿共当中，国军都打败。我们今天看到蒋介石的档案里面关于第2次剿共大败之后，当时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甚至于破口大骂国民党的将领，尔等平日皆狂嫖滥赌，都是饭桶，打仗打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到了1931年的夏天，第3次围剿，蒋介石就亲自率领、亲自指挥。这次围剿来势汹汹，但中共方面也在毛泽东的部署之下，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不过第3次围剿虎头蛇尾就结束了，因为发生了918事变。其实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暗示，就是留给蒋介石跟国民政府的时间不多了，因为日本的侵略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了。因为张学良跟东北军的不抵抗策略，导致日本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占领了整个东北，不久之后就建立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所以导致第3次围剿就结束。国军前3次围剿的失败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每一次失败，国军损失的都很大，有大量的武器装备，甚至于军服都被共军所缴获。所以每一次围剿不但没有让中共的势力减退，反而让中共更为壮大。所以中共在第3次围剿之后就开始四面出击，在全国各地不断的建立他们的苏区。后来国军在1932年就组织了第4次围剿。第4次围剿的策略稍微有点改变，一开始先不打中央苏区，先集中军力打鄂豫皖苏区。这一次对鄂豫皖苏区的进攻算是相当成功的，经过大概半年的作战，就把鄂豫皖苏区基本上铲除。当时张国焘、徐向前这些人就带着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就向西突围，一路经过湖北、陕西的南部，进入到四川的北部。一般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都认为，其实这应该算是最早的一批长征的红军。当这有争论，大陆尤其是中共官方所编的这段历史比较不会这么提。那中共的活动范围虽然受到了限制，但是依旧还是屹立在江西这里。前4次的失败当然成为第5次剿共非常重要的经验包。那第5次剿共，蒋介石受不了了，还要给我乱多久？这次
老蒋是全员出动啊。在这个状况之下，老蒋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前4次，尤其是前3次基本上都是败于中共的运动战。第4次是虎头蛇尾就结束了。第5次围剿，一般认为才是真正所谓的围剿。那这一次，根据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国军出动100万大军，其中超过60万是能战的中央军，服从性高，装备训练比较好。而且在发动第5次围剿作战之前，蒋介石还先成立了庐山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教官加以训练，对所有国军中校以上的军官进行密集的讲习，改善他们的战术跟战略的观念，能够彻底的执行所有一切的剿共命令，所以大幅提升了国军当中中高阶将校的战略跟战术素养。当时德国顾问也建议蒋介石在战略上要做一些改变，包括经济、政治、军事3管齐下，另外陆军跟空军同时都要出动。所以当时国民政府经过几年的努力，从意大利和美国所购买的飞机也都已经到位了，空军的训练也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效。所以这一次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陆空协同作战各位，所以讲起来有点悲哀，第一次大规模陆空协同作战是内战，对不对这次总共出动了将近200架的飞机，对江西地区进行各种的轰炸、侦察、扫射等等工作那德国顾问是说，前几次的失败都是你大军开入到苏区内部就动了中共的埋伏，要不然就是在这个地区因为各种的地形、老百姓的民心向背的问题，每次你都吃亏。那这一次要改变过去的做法，蒋介石自己也说叫7分政治3分军事。首先加强基层统治，在作战的同时在地方上进行各种的绥靖政策，清查户口，另外帮助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就是你以后有问题不要再去找共产党，政府一样可以帮你解决争取民心。另外就是防止老百姓对中共的通风报信，简单讲开始进行政治作战。第二点开始打击土豪劣绅，国民政府也到了江西这边，也开始发动小规模的土改，希望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因为当时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主张，就是已经被中共进行土改地区的土地不再归还给地主，就是过去这个地区中共已经进行土改变成小自耕农，那我也承认这个现状地主再来找蒋介石要土地，蒋介石不会再把土地还给他们这也相当重要。第3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经济战。当时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之下，国民政府征调了200万左右的民工，开始在苏区的周围新建密集的碉堡以及壕沟部署火炮以及机枪阵地。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所有的输入苏区的物资开始进行严密的管控。当时主要管控的重点有3个，一个是粮食，一个是药品，第3个是盐，尤其是盐。各位，这一招是非常狠的。我们知道江西的苏区、山区最欠缺的民生必需品就是盐。各位，人不吃糖不会死人不吃盐很快就挂了。那食盐的严格封锁，真的是把江西苏区逼迫到了绝境。那面对国军的来势汹汹，以及围而不打，逐渐的收紧包围圈这样沉重的压力，当时中共国际派经过前几次的胜利之后，就已经完全冲昏了头。一方面他们架空了毛泽东跟朱德，把他们的军权给拔除；二方面当时李德竟然指挥中共的工农红军，改变过去的游击战法，采取坚守阵地寸土不让的策略。各位，对国军来讲，最希望就是共军留在原地给我打，像过去一样游击战跑来跑去，我捉捕不到你的主力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对国军的碉堡阵地开始实行阵地战，简单讲就是双方兵对兵、将对将、枪对枪、炮对炮来正面对决。这对国军来讲是国军希望的战争，求之不得啊。对，简单说，过去共产党打的战争是国军所不熟悉的战法，现在等于是共产党放弃了自己的优点，来跟国军拼火力、拼碉堡、拼正面的对决攻防，那当然就不是对手。果然，一方面在严格的物资封锁之下，整个苏区的经济走向崩溃；另外，当时的国军也开始逐步的向内部推进，就像拿水果刀削苹果皮一样，一点一点往里面削，不是像过去一样是长驱直入，一头冲进去，随着后面的碉堡、公路就不断的往里面修筑。结果共军发动过很多次的反扑，死伤惨重，国军的攻击也在空军强大的火力配合之下，不断的向内部进逼。当时李德博古的指挥完全失败，到了1934年的夏天，整个苏区的战线就已经呈现崩溃，大量的工农红军开始向国军投降，甚至于几袋盐就可以换来几百个俘虏，已经到这种地步。因为没有盐吃，人很快就不行了。中共基本上到1934年的夏天就已经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只好向西突围。所谓的25000里长征，就在第5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之后，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
阶段了。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我们之前也多次提及的一个会议啊，就在长征当中发生，就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所举行的遵义会议。这个可以说是当代中共他们终于确立它的路线，就是中国本土化路线了。那这个路线必然要跟国际派把中国视为一个国际共运的分支巨大差异。那毛泽东也正式跃升成为中共的领导人啊。其实从这里来讲，我们就可以做个结论。事实上，你可以从2万5千里长征的前期它的历史的进程当中，你可以看到毛跟蒋如何在这当中啊，慢慢的一步一步崛起啊。首先从蒋介石的部分，蒋介石来讲啊，第一个他当时其实相当有压力啊，因为日本的步步进逼对他来讲，如果他不do点 something， 他一定要下台。事实上也下台了，9·18事变之后他就辞掉了国民政府主席嘛。可是他毕竟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知道跟日本这时候开干必然要输的，而且会输得很惨，所以他只能不断的想办法牵延这个时间。那依照他自己的战略目标设定，就是先安内后攘外嘛，赶快去把共产党给消灭。因为很年轻的时候，还没当蒋校长的时候，被孙中山派去了莫斯科考察。这一考察，他觉得苏联是不能合作的，所以他打从心底要把苏联这根钉子给拔了。但当然，这正面上来说啊，蒋介石在剿共的过程当中，你想每一次大败，为什么军援那么多？因为当时中国虽然名义上是统一的，但是南京国民政府能调动的物资、人力、物力方面，确实是远比一般军阀来的强大。我这边强调一下哦，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掌握了一个所有地方势力没有的财源，就是关税。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关税自主这件事情，对整个南京国民政府在30年代的发展起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另外，这件事情事实上也加强了国民政府的力量，尤其是随着2万5千里长征，共军一路跑，国军一路追啊，往西南方向一路追，就一路加强了沿途的管理。不像过去共军跑来，当地军阀放他走，因为我不要国军来，可是国军就一路跑进来了，跟着打。甚至最好玩的是远期的影响效果是，当时在达赖13世治下的西藏呢，也因为国民政府把力量扩充到了川藏地区，一度扩及到康区这个部分啊。因为共军最后是走康区啊，当时叫西康省嘛，也就是今天的西藏的东部、四川的西部这个地方，所以造成的是西藏竟然也错失了独立的时，这个是蒋介石的意外收获。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3场大仗，北伐、中原大战，到之后剿共，他都是属于胜利者，所以他的威望就不断蹭蹭往上涨。在党内那些压制他威望的人，事实上还是非常多，包括名义上是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也是处处跟蒋介石啊不是很合，常常有各种唱反调的情况。但是整体来讲，蒋介石已经成为当时国民政府中坐在正中央的那一位了哈，所以蒋中正啊就 C 位正式出道。在这此前，好多演员想跟他抢 C 位，所以你看哦，一个长征，一个剿共，结果反而让老蒋真正坐上了中国的 C 位啊。那另外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更曲折了。早年的时候，因为他毕竟不是留洋的嘛，本来他就是属于2段班嘛，一直被洋共处处打压。大家别忘了哦，共产党何时成立的？1921年。而这个时候被老蒋给打跑了，共产党已经到了1934年、35年的时候了，已经过了10几年的发展了，毛泽东都还没有坐上一把手啊。可是有趣的是，这时候共产党的失败反而成为毛泽东的成功，因为没错，因为洋共派失败了嘛。对，简单讲就是。而且洋共派他是采用错误的策略嘛，所以验证了毛泽东策略的成功啊，反而加强了毛泽东的威望啊。这事实上也在之后的遵义会议当中，为什么毛泽东可以定于一尊？包括原本属于洋共派，后来过来支持他的永远的总理周恩来，都站过来他这一边。你看这一幅遵义会议的这个油画，很明显嘛，周恩来在哪里？就在他的右手边嘛，所以。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正式的重新脱胎换骨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苏联的中共已死，属于毛泽东的中共诞生了。所以事实上，你就会看到毛泽东的个人的才华、他的领导能力、战略眼光。他没有受过1天军事学校的专业训练，可是他发明了教科书式的游击队的办法，也因此中共内部对他比较服气的人越来越多嘛，所以他就真正的成为了中共的领导人啊，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大家了解到，一个长征各自崛起啊，成功了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可是成功的蒋介石，成功的毛泽东。其实就剿共的内容来看呢，国民党并没有成功啊，消耗的人力物力过于巨大，所以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策略是希望让中国更加强大，集中力量来对抗日本。事实上，这个战略并没有真正达成，因为
大量的消耗了军支器物，还有呢各种士兵哦，事实上他的损失是相当惨重的哦。到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嘛，甚至他一度被挟持嘛，只好最后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也就是放弃对共产党的追剿，共产党尊重老蒋作为中华民国的领导人身份，那就促成了所谓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很快的就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浪潮当中。所以我们一直讲说，1930年代是中国2大领导人他们各自所属的政党惊涛骇浪当中斗争，逐步的取得了各自的领导权啊，也影响了后面中国的整段的历史啊，更加的巨大。好，我们今天关于2万5千里长征它的事发的原因，还有它的政治跟历史的影响，我们就讨论完了。当然，这过程中非常复杂了，这个战争啊一大堆啊，里面的追议会怎么开哦，派系之间怎么斗争，谁这时候被干掉，谁又爬起来了啊？为什么选择这条路线，强度大多又怎么回事啊？这个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一个一个补上吧。好，那最后呢，大家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然后打开小铃铛。那最重要的是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有会员完整版。像我们会员完整版呢，我们做好之后，我们就提前放出来，让会员可以呢提前来观看，而且非常丰富。比如说我们上一讲会员完整版是1个小时10几分哦，公播版只有40几分钟，所以补充了非常多的细节给大家。当然不见每讲的那么长了哈。另外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超级留言、超级感谢，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也欢迎大家透过线下的赞助，绿界、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有更多粮草，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了。那我们今天感谢王立本老师。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那最后如果这样你觉得很累的话，没错，你的直觉是对的，因为我们此刻录音完时间是2点12分。OK， 谢谢大家，好，我们就下一讲再相见了，拜拜。拜拜。